Hello，大家好，我是六花 Loca，欢迎来到塔罗的阅读时间，这里是六花堂。今天为大家选读的题目是你的人生功课，还有目前你面临最大的在眼前的功课是什么呢？我们该如何去解决它们？那今天为大家准备4个选项。那我们今天的选项是澳洲很有名的 Coco Black 巧克力。前阵子 Loca 的哥哥从澳洲过来找我的时候带了2盒给我，然后因为真的太可爱了，所以我就把它当作选项这样子。OK， 那我们今天还会搭配卢恩符文，因为我想如果是人生的功课，还有现在目前大家面临的一些试炼或功课的话，也许有一些符文的保护对大家可能会更加的安全，或是能够更平安顺利的度过这些也许是危机这样子。 OK， 那我们来看我们的选项吧。第一个选项是袋熊和开纳兹的符文，这个符文是代表火焰。那详细的一些解释我在解牌的时候会再跟大家说明这样子。那第二个选项是袋鼠和艾瓦兹的符文。那艾瓦兹的符文呢，它是代表着不朽还有保护的意思。那第3个选项是无尾熊还有艾萨。伊萨呢，它是冰冻的意思，就是结冻冰冻，它是属于冰的一个符文。那第4个选项是鸭嘴兽，还有日里沙兹的符文。这个符文是它其实跟雷神索尔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卢恩符文它其实北欧来的，所以这个符号其实就是代表雷神索尔的符号。对，就是那个电影里面那个雷神索尔。OK， 好，那这个符号它其实代表着一个破坏，那也代表着一个保护。然后还有一些警告的意味在里面。OK， 请大家用直觉选择一个选项，或者是一个自己觉得喜欢的 symbol。那如果有复数以上都觉得有点在意的朋友，也可以都听听看，然后找到自己觉得比较有共鸣的部分，再把它记录下来就可以咯。如果大家喜欢六花堂的频道，也欢迎帮我按赞、分享、订阅，或是留言给我，我会尽快的为大家解答，回讯息给大家。OK， 好，那我们开始吧。OK， 我们来到第1个选项，选择袋熊和开纳兹符文的朋友，你的人生功课，还有你现在目前面临最大的一个课题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其实这个灵性的算是比较庞大的一个灵性主题，其实我一直想要算很久很久了，但是其实就是非常的玄妙，就是我每次只要就是想要算这个灵性的题目的时候，我就会很不顺，所以我就在想说，也许是宇宙它目前不希望我公布答案吗？就有这种感觉耶。所以我在想说，我之后如果等到可能有办法实施会员制的时候，我可能才会就是针对会员的朋友做这个主题，因为真的这个主题有点庞大，然后我觉得能够去聆听一些讯息的朋友，其实很多问题很多的课题其实是能够很快就迎刃而解的，所以我在想也许会动到太多
宇宙编排的东西，那他可能不是很愿意。所以我今天就是只是稍微浅显的帮大家看一下是什么问题，什么样子的课题，然后能够怎么样比较顺利的去解决或是完成这项课题这样子。那太深的像是前世今生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课题呢？还有就是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呢？目前就是你现在的进度是多少？像这个比较深层的问题，可能就之后等到会员的部分我们再来处理吧。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你人生目前我们抽取一个课题出来，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出来。那因为人生有很多的课题哦，所以不只是这个，只是我们先抽其中一个出来。那现在目前你面对的最大的一个课题，我们也甚至可以把它称为是试炼是什么呢？看一下哦。好，那我们要怎么样子去解决它呢？用中间还要放一张。那我们再出一个，现在目前你拥有的一个好运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方向或系统？看一下。OK 呢？OK， 我们来解牌吧。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你的人生功课。那这边必须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哦，我们每个选项只抽取一个最大的，或者是可能最明显的一个人生功课。那因为每个人他其实人生大大小小各种功课都会有，那有一些比较显化，有些比较不显化。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其他的选项也可以听听看有没有比较跟自己有共鸣的的部分，那也许都会有一些帮助。OK，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倒着的皇帝哦。倒着的皇帝就代表，其实我觉得你最大一个人生功课就是，我会觉得你可能是一个比较，也不是行事冲动啊，就有时候可能情绪一来，你自己会压不住，或者是有时候你可能有点觉得不太能够控制自己的就是情感，有时候就是除非你真的完全状况很好，然后冷静压抑自己，或稍微调整，真的很良好的调整自己，不然有时候可能你自己情绪冲出来，你自己可能都没办法去控制那种，所以有时候可能你会太疯，那或者是有时候会有点就是感觉就是疯到甚至把周遭人全部都卷进来的那种感觉哦。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觉得你会比较适合短跑而不是长跑。怎么说？就是你可能中间就是你可能做一件事情，你可能很容易就是没办法持续的去做一件事情很久，你可能很快就会腻了，或者是
就突然之间就觉得没什么动力了，那东西就放旁边就放着，可能会比较倾向这样子。那再来就是或者是有时候可能你明明很想要得到一样东西，很想要去做一件事情，可是就迟迟没有那个动力，没有那个野心去拿到手，去把那个你要的东西拿到手，或是你想要去做这样，但是你却不动。但你内心其实是非常非常想要去做的，可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有办法去做这样子，没有办法动起来。好，这个其实是有可能也许跟前世今生的一些功课有关，其实是蛮多蛮深入可以讲，但是我们今天就是先讲个比较浅层的。好，那面对这样子，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至少让我们现在的就是我们可能一边修炼嘛，一边调整自己，一边让自己成长提升自己，当然那我们要先怎么样把自己，总之在我们修炼完成之前，在我们完成我们的提升之前，我们要怎么样让我们自己能够更顺利的去面对我们的人生，去让我们的人生更顺遂呢？ OK， 我们先来看这张是解决的一个 hint， 一个线索。那是钱币3哦，那钱币3它今天是倒着哦，因为钱币3它原本是一个工作合作的一个卡牌，那倒着就代表是说，我觉得第一点就是我觉得你比较适合单打独斗，就你不适合团体，或者是例如说可能就工作性质而言，我觉得个人作业是比较适合你的。那第二个就是我觉得你比较适合短期操作，我就不适合那种就是长时间的去做一个 project， 你比较适合短期很快可以看到成果，那不需要忍耐太久的那样子的一个工作。那再来就是我觉得你可能找寻不要内容太枯燥乏味，让你提不起劲的一个工作，就是不要为了工作而工作，这样子。今天为什么就直接只提到工作呢？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只是讲到工作。如果大家面对这个课题，有想要知道这个跟你的可能，例如说感情，或是可能家人或什么其他的，也想要知道的人，欢迎留讯息给我，好不好？因为我在解牌的时候，有时候没有办法一下子讲太多，或者有时候可能会漏讲。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真的欢迎大家留言给我，我会就是为大家详细的解答，好不好？好。那再来就是你现在目前你现在面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挑战，或是一个最大的课题，是你正在找自己耶。就是你现在最大的一个课题是你要找到你自己的亮点，你要怎么样能够在人群里面不一样，然后你有什么样子的能力，有什么样的才能，你现在正在找寻自己的一个阶段耶。寻找自己的可能性、潜力。那这一章是关于你的现在目前课题的一个建议哦，它是宝剑国王。那宝剑国王呢，我会认为是你必须要一个人，就是你先排除掉周遭的一些杂讯，我觉得你需要独处。在独处的时候，你好好的思考一下，面对自己，然后必须要很理性的、很逻辑的，然后很
甚至有点严苛的面对自己去思考。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如果你找到，或是你想要去尝试一些可能性的话，我觉得都很好。但这张牌就提醒你，你必须要严格的面对自己。好，那我觉得出现这样有时候我会觉得，也许你可能会对自己，可能例如说，可能存在在舒适圈太久，你就不想要过得这么辛苦，或者是这么累。但是其实如果你要找到你自己的那个亮点，其实你是必须要好好砥砺自己的哦。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张是你的幸运，老天爷给你的幸运，宇宙给你的幸运是什么？这张是钱币骑士哦，钱币骑士呢，它是倒着的，那就代表是说，我觉得你现在应该有一些什么事情是想要做，或是你有什么，有什么决定，好，就是有一些目标在。但是你现在却动不了，停滞，它现在是停滞的一个状态，停止的一个状态。那为什么说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是一个好的呢？一个好事呢？一个幸运呢？因为其实我觉得你现在一定还没有具备一些条件去完成，或是去取得你要的目标的一个成功，所以宇宙它现在让你这样不顺，让你就是稍微卡在那边，其实要提醒你，你还有一些东西还没有去做到，还没有去完成，或是还没有具备，所以才会让你现在目前没有办法顺利的进行。OK 吗？好，那这个找自己，就是找到自己的才能、潜力是其中一点。那也有可能是，例如说，你现在做事是不是有点太冲动，或是你可能还没有一个全盘的计划呢？所以我觉得他在提醒很多很多事情，就有可能是因为这个人生的课题在影响你。你如果这样子贸然的去行动，贸然去做一些事情，或者只是一时兴起，觉得好开心、好好玩，然后就去做，可是实际上你并不会跑到最后的终点。因为如果你没有良好的计划，跟提醒自己要好好的去面对这个东西的话，其实到最后会是徒劳无功的。那再来就是，如果你有想要去，例如说转职啦，想要去换个工作啊，换个方向，什么都好，那可是你现在没有那个动力去找或什么，那是因为你还没有找到你自己的特别，你自己的那一道光，你自己是一道光啦。就是你还没找到你自己最亮眼的部分，还有你自己的才能潜力，你还在找嘛？所以直接让你跑到终点，也只不过就是不好意思，我觉得你不行，就这样子，那是很可惜的。所以我们的时间有点被停滞了，我们的进行进度被冻结起来，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好的一个状态。那也是提醒你，我觉得你要调整你自己，或是提升你自己，那或者是你可能需要更完备的一个计划去面对。OK， 好，那我们回到我们的卢恩符文。这张牌呢，它是开纳兹符文，开纳兹符文它是代表火焰，所以我会觉得是说，你就是要找到你的那个闪亮的、那个明亮的那个点。那再来，我觉得就是这个开纳兹卡牌、开纳兹符文，它跟你的属性其实蛮接近，就是快速的燃烧，然后非常的亮。但是它没有办法很持久的去燃烧，所以我觉得是有呼应的哦。那这张牌还代表一个知识，因为其实火焰它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知识。
就从人类生食到熟食嘛 ，anyway 就是这个好，所以我会认为你其实应该要再多的收集一些知识资讯，然后好好的去面对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在说，当你在找自己的时候，我觉得你要好好的去学习提升一些你自己相关领域，我不知道，也许资格或证照或什么的，或是语言之类的，就是我觉得你可能需要多成长，多进化了。OK， 那我觉得如果你有找到你提升的点，或是找到你自己的潜力或是才能的话，我会认为你会非常的棒。总觉得很适合就是设计啊、艺术类相关的，或者是可能是比较不枯燥的、比较创造性高的一个工作性质或是人生，可能会比较适合你这样子。那这卢恩符文其实怎么用呢？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做法，就是如果当你会觉得你自己可能，例如说可能比较没有动力，或是觉得自己比较疲累倦倦的时候，就是比较没有动力，不想要动，或者是有时候觉得自己头脑不是很清楚的时候，因为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符文是比较适合你的嘛，所以你可以在你的自己额头上面画一个这个，就是这个开纳兹符文在你额头，或者是你可以用这个符文写在，例如说你的笔记本上，或是你写一个符文，然后放在你的钱包里面，之类的，就都可以帮助你提升你的对于知识的渴望，或者是提高一些你的热情或动力这样子。OK， 好。那我们今天第一个选项的导读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OK， 我们来到第二组，选择袋鼠巧克力和艾瓦兹符文的朋友，你的人生课题是什么？目前面临到最大的课题又是什么？要怎么样才能够更顺利的去解决你的人生课题，或者是让人生课题可以比较顺遂呢？我们来看看哦。其实这人生课题就是比较灵性的这个题目，我一直都想要做，就是想要做一系列，但是因为其实每一次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要做这个主题的时候，就可能因为大众塔罗吧，所以其实会阻碍蛮多的就是例如说可能我的整个身体状况会变得不好啦，或者是家人就会开始就是大家感冒啦，或者是说会有一些状况，很多状况会出现，就是有点就是感觉不让我去做这个主题。那我在想说，也许这个主题它比较深奥，比较对于每个人的影响力比较大，所以其实有时候可能我觉得也许宇宙会觉得出现太多的 bug， 这样是真的不行，好，所以他有点不让我弄这样子。那所以我今天只是就是大概去抽样几个比较浅显的主题，这样子的一个课题主题。那
就之后吧，等到有会员可以，等到有会员制度的时候，可能1000人吧之类订阅人数，我之后再来针对会员的朋友，再来深究这个部分吧，因为我觉得就是太明显了。每次就是想要算这个主题的时候，都会一直没有办法做好，这样就很烦。OK， 我们来看一下你的人生课题。然后再来是现在你目前面临最大的一个考验或者是课题是什么？那该怎么样子让它能够比较顺利或圆满呢？OK， 好，所以你是个很硬的人是吧 ？OK， 我们还要再出一张，等我一下，我调整一下位置。好，看一下。OK， 这个是你的幸运。好。OK， 我们来解牌吧。首先来看一下我们的人生功课哦。那今天就是必须要先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人生功课其实有很多很多，绝对不会是只有这一个。那所以如果大家觉得其他的选项也很有兴趣，或者是觉得有点在意的话，也可以多听听看，说不定其他选项里面有包含你的其他的功课存在。OK， 好。那我们先来讲一下，这是宝剑9。宝剑9呢，倒着，我会觉得你会不会是一个思虑过深，就是你凡事会想很多很多很多的一个人，就是想到最后就是不敢动，或是你会把所有的可怕的可能性全部都先 read 一遍之后再去行动的人。那我觉得其实你的人生功课是，你必须要好好的去合理的去刚刚好的去面对这些你的内心的恐惧跟你的不安，因为其实我觉得你会有一点点被这些不安跟这些预想困住了。我认为你可能必须要先学着把自己拉回来一点，就是可以合理的预想一些，但是不要一直去想，然后无限的去在内心中演练，然后反而什么事可能都不做，就都不动了，这样是不行的。OK， 那要怎么样子去怎么样？我为什么会笑呢？等一下再解释哦。如何要让你这个内心中的恐惧跟不安稍微消减，或者是甚至让你觉得不再那么的危机四伏这么可怕呢？就是我觉得你必须要有个强大的物质力去支持你，所以我觉得你可能例如说你可能尽量的要可能多赚一点钱。但我们还是必须要讲身材有道请大家不要去做一些危险或是错误的害人的事情那
意思就是说，你必须要很多的物质的一个 power， 一个能量去支持你，你才不会这么的不安。所以我认为呢，你其实第一就是存钱跟投资理财对你来讲非常的重要。那这将会是能够舒缓你内心中的那种不安跟危机感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后盾。OK， 所以请你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就是多方的去学习如何正确的投资理财，然后再来就是好好的提升自己，让自己能够拥有更多赚取金钱的能力这样子，然后要好好的储蓄，不要乱花钱，那收支平衡，然后学习自己好好管理自己的钱财，这才是对你的人生最大最重要的一个解决之道。好，那再来就是你现在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出现了圣杯3呢，那我会觉得你是不是很硬的人？就是你可能在跟大家一起聚会啊，或者是去跟大家喝一杯啊，或者是就例如说朋友跟同学、亲朋好友、同事相处的时候，你可能都没有办法就是很放开自己，然后或者是说能够就像一些人很会讲话这样子 OK， 那我会觉得其实你要多放开自己啦，就是我觉得从这一章跟这一章节制倒着跟这个宝剑9倒着，我觉得你是一个还蛮就是会拉住自己，会就是叫自己不可以这么的出风头，然后如果出了风头，一定会有很多很多麻烦的事情、讨厌的事情，怎么样之类的。所以我觉得你真的就是个非常非常的把自己 hold 住的一个人那我觉得你不要这么 hold 住自己，我觉得你就是放开自己，有时候你就失去平衡也没关系。OK， 那我觉得其实你如果多放开你自己的话，反而会跟周遭相处的更融洽，而且我觉得别人会知道你其实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你其实很好玩的一个人，好不好？那我觉得其实大家也是就是可能会被你惊艳到，就哇，原来你这么有趣，而且原来你讲话这么有内容，然后跟你相处起来是这么的愉快舒服。OK 吗？不要怕那么多，不要想这么多。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在你的一个幸运是什么？我觉得现在宇宙给你一个幸运的能量是来自于，我觉得你的判断是对的。从这2张牌，我们就可以知道我觉得你是个思虑很深，就是会想很多，然后你可以预想到各种可能性，然后各种可怕的结果，或是好的坏的啦，所有的你都可能可以推算得到。那而且我觉得你的判断都是对的所以这个是你目前这个阶段，宇宙给你的幸运能量。就是你想的其实搞不好都会中，然后你推算的你觉得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基本上你可能都是正确的所以你的判断能力是非常的准确，而且非常的优越的，就是很好的。那我会认为你就是继续保持你自己的这个判断力，还有你的思考能力。只是不要太被这些思考能力给困住了，不要给自己吓到自己太多不要太多的不安这样子。那我们今天的卢恩符文是，等一下拿不起来，艾瓦兹。那艾瓦兹呢？它是
它其实是一个，它其实是一个死亡跟不朽的牌。好，紫杉，这是紫杉树。那其实，在北欧，他们一直有一些争论，就是到底世界树是什么树这样子。那其实其中有一派就是讲世界树其实就是紫杉树。那其实你在国外也很容易看到很多紫杉树在，例如说墓地或什么的。因为其实紫杉树算是地球上蛮长寿，甚至可以说是最长寿的一种树哦。所以它带着它代表不死、重生，或者是不朽的一个意味。那它也代表这个保护的能量。那我认为你其实保护自己的能量很充足不然你不会想这么多，不会那么的 hold 住自己。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你可能要思考一下，有时候你就是放开自己，有时候搞不好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卡咪，好，所以会变得是这个样子，所以你可能要让自己的保护自己是很好，可是有时候可能搞不好有点过度保护了那你可以稍微放开放松一点点这样子说不定你会看到一些更美好的更奇妙的事情发生，也不一定。 OK， 好，那因为你看我们今天的袋鼠我觉得也有保护的意思在里面嘛OK， 好，那如果你最近会觉得就是有时候你有时候如果觉得说那我如果不要想那么多，万一我就是被人家暗算了，或是我算的不够，我就是盘算的不够，然后到最后失败或什么怎么办之类的。那我觉得当你其实已经想了一圈又一圈，然后有点陷入无限回圈没完没了的时候，你可能可以在你自己的额头，或者是在一些你自己比较常常使用的器具上面画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艾瓦兹的卢恩符文。它其实可以带给你一些保护的力量，然后也可以让你会更顺利的去就是更放心的去做一些事情，放手去做一些事情。我觉得它是可以帮助你的，就是因为这个符文它本身是有个保护的能量存在所以就算是如果你真的担心到最后还是会有一些可能伤害，或者是有一些失败在的话，那我觉得你就想这个符文它至少可以帮你挡个1-2刀，这样好不好？好，那可以就是在你例如说钱包里面，或者是可能在你最喜欢的笔的上面，或者是自己有时候在你自己的眉心、额头上面画一个这样子的符号，它都会给你带来一个很强大的保护的能量，好吗 ？OK。那第二组的朋友，我们今天的导读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OK， 我们来到第3组，选择无尾熊和艾萨符文的朋友，你的人生功课，还有你现在目前面临最大的一个课题是什么呢？那又怎么样才能够让这个问题能够顺利的解决，或是导向更好的一个境地呢？我们来看一下哦。今天我们先来讲一些就是比较浅显的
的课题内容。那等到之后有会员制度的时候，我们再来深度探讨好了。对，不然其实每一次忘了这个，因为每一次其实罗卡要算灵性，就是比较深入灵性去探讨的时候啊，就是会有很多不顺出现，就是物理上的，就是例如说可能很多的突然之间就好多的工作上门，很多的外务，或者是可能家人就开始生病之类的，或是自己开始就不舒服所以我觉得也许就是过于大众的塔罗真的其实不太能够揭示太多就是这些有关于因果的东西这样子。那但是我还是想要做做看啦，所以等之后有会员影片，就是会员制度的时候，我们再来深度探讨吧，大家期待哦。OK， 其实我现在算到第3个选项，其实有点累了，就已经有点累了，不知道为什么。OK， 我们来看一下你的人生课题。那我们人生课题其实很多，就大大小小有很多，所以我们今天只是稍微就是抽取一个出来，可能比较大的，或比较明显的一个课题出来。但是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有觉得其他选项很在意的，说不定那个选项里面也有你其他的比较大的一个课题存在。 OK， 好，那大家可以多看其他选项也没有关系，这样子。那接下来是你现在面临的最大的一个课题是什么？又要我数剑呢？好吧，然后我们接下来看解决问题。OK， 还有最后就是听一下目前给你的幸运是什么？看呢 ？OK， 好。OK， 我们来解牌吧。我们来看一下哦，这张是你的现在的人生课题哦。那这张圣杯女王它会出现在这个地方，我会觉得你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包容力、温柔体贴，而且为别人就是可以牺牲奉献，非常非常 nice 的一个人。但是因为它出现这张是你的课题跟试炼，我会觉得你是不是在对人好、牺牲奉献上面，你是不是比较没有一个分寸？就甚至有时候你可能会好到你没有了自己，或甚至可能到最后害到自己，牺牲到自己，或甚至是牺牲到自己的家人。那这个的话，我觉得就是你必须有时候要有一个分寸在，要有个分寸在就圣杯9倒着，我觉得你有时候你一定要记得就是我们对人好不是理所应当的，不是一个义务就是愿意给予。那别人他有时候其实不一定是懂得感恩的，所以我会觉得你不要把自己的好跟善良
当成太便宜。这句话可能会对你来讲有点重，但是我觉得请你不要把自己的善良跟你的善意跟你的体贴跟你的爱弄得太过于没有价值了。这样讲也许你可以懂。OK， 那我会觉得你有时候甚至你可能在付出之前，你要先学会爱你自己。我觉得你会出现这个组合，一定就是你每次可能对别人好到最后你自己弄得灰头土脸，或是弄到自己都可能甚至有些严重到欠债了，或者是救护车，或者是弄到都没有了自我，那我觉得是不行的。我们一定要先爱自己，我们才能够去疼爱别人，好吗？一定要保持这个点。那再来就是不要让自己的爱让自己的付出太过于便宜了。OK，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你现在面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试炼是什么？这个的话，我们刚才其实在我们的前面的选项也有出现过，就是宝剑9倒着的。那宝剑9倒着，我会觉得是说，你可能你现在目前，我觉得你可能需要，我觉得你现在可能有很多不安的东西在你的想法里面，在你的脑海里面，在你心里面，很多的不安，很多的想象，然后恐惧在你的心里面。那我会觉得你现在你必须要让你自己去适度的调节这个恐惧跟不安。恐惧不安有时候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力量。那要怎么样才能够消化这些恐惧跟不安呢？我会觉得是你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计划计策，然后要有一个沉着稳重的心，要有一个坚定的心去面对。因为我不知道你到底就是发生什么样的一个问题或状况，但是看这个幸运的牌，我觉得有可能你现在目前可能例如说你才刚换一个工作，或是可能刚到一个新的地方，或是可能才刚开始一个新的 project， 不一定，我不知道。但是总之你应该是从一个旧的状况移动到一个新的状况。好，那所以我会觉得无论如何我们有一个比较详尽的比较确切的计划，才能够支持让你心里面的不安不要越来越庞大，这个心魔会越生越大哦。那再来就是我觉得让自己的心放宽，就是无论遇到任何的事情，我觉得我们就是见招拆招，就是你要有心要宽大到 OK 没关系，有什么事情来吧，那我来解决，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当下解决就好。你事先想这么多的不安，其实真的没有用，这样子。对，就是日文里面有一句很蛮好玩的谚语啦，就是说，就是你就是一直在想将来的事情，一直在想未来的事情，还没发生的事情，想这么多，就是 oni demo 了，就是鬼大叔就会取笑你这样子，都会嘲笑你这样子。就你想那么多未来的事情，你想那么多，就是有警觉心，有不安，有恐惧是正常的，是对的。但是如果过多了，或者是一直在想未来的事情，眼前的事情没有好好去处理，其实这样是不对的。OK， 好，那抱歉，好，那这张圣杯8是你从一个过去，就是它其实是一个过渡，那你可能从一个地方转移到下一个目的地，就是从一个地方换到下一个地方，那或者是你刚完成一个东西，那前往新的一个 project， 那或者是一个你的心境上面有一些变化，就是之前可能很在意的东西，你最近突然不在意了，这样子。好，所以是一个转移、一个迁移的一个过程，变化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觉得这个变化呢，这个转变呢，其实对你来讲是好的，而且或者说你现在移动，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外一个地方，其实这是对你一个很好的一个成长的一个阶段。那请好好把握它，好好的去面对它，好好的去接纳它，应用它，运用这个能量，其实会对你的人生，对你的成长帮助非常的大。OK， 好，所以这是老天爷宇宙给你的一个恩惠，我们好好的把它接下来，好吗？那我们的卢恩符文出现了伊萨，好，就是艾萨符文。那这个符文是来自于冰，冰冻、冰结的意思。你看它全部都是冰嘛，那 ice。那所以说，其实我觉得这一张符文出现，我会觉得你需要，有时候你可能需要多让自己冷静，因为其实冰冻它本身是处在于一个稍微就是停滞、hold 住的一个状态，它不是不见哦，它只是先让这个东西先休止。所以我会觉得你是不是最近真的是就是烦恼太多、不安太多？我觉得你可能需要一点冷静的力量。然后再来就是，有时候事情没有进展，它停滞，它还没有，因为你现在在一个移动的过程嘛，就是从 A 到 B，所以我觉得你现在目前是一个过渡的一个感觉，就是还没有到一个新的地方，还没有稳定，或是到一个新的心境，还没有完全整理好你的心绪。那这段时间，我觉得你先让这个状态没有进展的一个状态，你就先让它保持。我觉得这是个酝酿，这不是一个停滞，我觉得反而比较像是个酝酿。就像我们耕田，我们农田也是需要休息的，不然土地其实是吃不消的。所以我觉得你就让自己稍微先停止、静止一段时间，也算是沉淀期。然后好好的就是咀嚼你可能你不安的成分，咀嚼你现在周遭所有的情况，然后好好的整理你自己的心绪，你自己接下来该做什么，那接下来你要面对的哪些东西，我们要怎么样子实际上去处理呢？就是实际上去做这个钱币女王。那我觉得会是你接下来会迎接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新的状态会更好。OK， 好。那卢恩符文，如果有时候你真的就是，例如说你真的很混乱，然后无法冷静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你静不下来的时候，你可以在你自己的眉心、额头，就是画一个这样子的卢恩符文，然后告诉自己就是要冷静。你借由这个符文的力量，会有很强大的能量，引发你强大的一个能量在你的体内，或者是会从周遭吸取一些能量进来，他们会协助你，好吗？好，那或者是把它用，就是写在，例如说拿一个小纸条，就是写下来，然后把它给夹在你自己常读的书里面啦，或者是说，放在钱包里面，或者是写在你喜欢的东西的上面，都可以带给你一些帮助哦。好。OK， 那我们第3组的导读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OK， 我们来到最后一组，选择鸭嘴兽和日里沙兹符文的朋友，你的人生课题是什么呢？那你最近面临的一个课题又是什么呢？该怎么样子能够让它更顺利的解决呢？我们来看看哦。终于来到第4组了。因为算是灵性的那个灵性题目的时候，有时候就是如果讲的太深入，其实真的会蛮晕的，就是东西有点多这样子。然后
有时候如果题目就是因为我每次开始我的就是要制作影片的时候，我都会自己先拟一个大纲，这样子就是要算什么。那每次只要接触到就是像一些人生的试炼啊、人生课题啊，或甚至我只要每次想要讲有关于前世今生或一些因果的时候，就会极度的不顺就是家人会开始生病啊，或者是一下子工作就会多到一个爆这样子，所以就感觉就是宇宙有时候不太愿意让我讲这么多，在很多人的面前可能不能讲这么多这样子，好，就会变他的 bug， 他知道 debug 很麻烦这样，所以他就有点不是让我顺利的去做这个主题。等到之后就是开放会员制的时候，等订阅数好像是1000吧，我不知道。那我们再来探讨，就是针对会员的朋友，我们再来探讨前世今生的一些灵性课题吧。对，那我今天只是稍微比较浅显的将比较大的明显的人生课题其中一个，因为我们人每一个人都会有很多个人生课题嘛，那我先就摘取一个出来让大家参考一下这样子。 OK， 我们先来看一下你的人生课题的部分。接下来是目前面临的最大的问题课题。好，然后要怎么样子去解决，或者是怎么样让它更顺遂呢？你现在的幸运是什么？幸运能量。哦，好哦，这方横的就可以了，稍微调整一下。好，然后这张我稍微再出一个补充牌。OK， 我们来解牌吧。首先，我们先看一下你的人生课题哦。首先我必须要讲一下，我就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钱币在我的桌上。OK， 好，所以，我觉得你应该是一个，我觉得可能在经济或是生活上可能都没有遇过，真的就是没饭吃，要去找那种就是每天超市折价的东西买一片面包来吃的那种人生哦。我觉得你应该可能家境不错，或者是可能经济能力也算是不错的，大概是这个样子的感觉。但是我们今天在这个人生课题的地方出现了钱币国王，就代表是说，因为你看他其实这样转，他其实快要倒着了，所以我会认为你是不是总是会觉得有点不是很满足。我就是不管是当然我觉得很多都会反映在你的可能金钱或是购物上面，就物质上面，就你会有很多的，你虽然是充足的，也是足够的，那也没有说就是不缺，但是你就总觉得你会不够不足。
好，这个可能跟你的前世今生课题有关哦。那我们今天不深挖了。那我觉得你该怎么样让你这个状况好一点呢？就是其实我觉得你要确切的去好好的脚踏实地的去工作，或是去开创你的事业，去有计划性的扎实的去做事，去行动。这一定，我觉得其实只要是这样的状况，我觉得第一有可能是你就有可能会，钱财是不会觉得匮乏的。然后再来就是，你的心也比较不会那么不定。好，所以我觉得你先不要担心那么多，因为它还没有完全是倒着嘛。那只是我觉得是有迹象，就如果你再这样继续的，因为有一种内心的不安的感觉，所以让你会一直不断的想要去花钱，或是用物质来补充心中那个空洞、那个不安的感觉。那我会觉得你把这个能量先转化到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工作或是行动上面，会是更好的。好，这是其中一点。那再来就是，这个要解决，我觉得可能之后要就是真的是深挖的课题了啦。但因为今天我真的不打算深挖，所以对，因为我觉得今天宇宙能量告诉我不要太多了。好，那这是你目前的一个面临最大的一个课题，就是你要怎么样让你的现在的人生，让你现在的一些人，就是身边的可能感情关系啊，工作也好，或是学业，能够更上一层楼。就是我觉得你现在是有一点，就是没有说不好，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再往上提升了，没有办法再进步的一个状态。那我会觉得你要多多的，就是因为我们今天不是特别算感情，好，所以我会觉得说，无论是情人也好啦，就是亲朋好友也好，我觉得你可能要多听别人的意见，就是沟通。好，我们圣杯2也有沟通的意思，好，就是交流沟通的意思。所以我觉得你可能要多跟人，例如说老师，或是前辈，或者是可能家里的人，或是自己的好哥们、好闺蜜，或是当然自己的男女朋友或自己的老公老婆也可以，就是好好的去跟人沟通聊天，我觉得你会得到你要的答案。然后你就会发现，哇，其实你身边还有很多的资源，就是他们身边好多人是懂很多的，他们是可以协助你的，而且甚至他们拥有很多的资源，搞不好说，诶，那你既然这样子，那要不要我跟你介绍一个老师，或是我要不要跟你介绍一个频道或什么的？就是其实你会发现，你身边的人他们拥有的资源超多。那再来，我觉得从跟他们讨论之中，你也可以得到一些。例如说，可能之前他们就提醒你说，诶，你之前也是怎么样，你忘了吗？或是你之前曾经有就是做了什么事情，然后导致失败了，那是不是经过这样子的改善会更好呢？就是可以从一些过去的一些可能后悔的点，就是你可能跟人家聊天聊到之后，你会找到一些你之前这些后悔的点，或者是你自己也没有办法跳脱出来的伤害，或者是一些压力、痛苦，然后从中你可以得到就是一个提升或者是一个经验，然后能够再把你往上推，让你解除现在目前有点比较可能停滞的一个状态。好，所以最重要就是要跟人聊天讨论，好，然后从中可以得到很多的解答跟资源哦。那你的幸运，这是你的幸运能量，我觉得你最近的幸运能量还不错哦。就是我觉得就是经济状况应该也还不错，就是没有那么大的压力，没有那么多的压力。然后，再来就是其实目前你的状况是比较丰饶的是一个丰盛的一个状态就不管是身心灵，或者是你可能拥有的才能，或你拥有的一些能力，或者是 career， 就是你的职业工作上面，或是你的学业上面，我觉得都是处在一个比较丰饶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是个好的能量，请多多把握哦，这是你最近好的一个幸运能量。那我们来看一下好了，我们的卢恩符文，好，这是出现索尔，雷神索尔，就是雷神的那个锤子。OK， 好，那斯利扎斯就是中文翻作什么？中文翻日里沙兹，对，日里沙兹。好，但其实这个符号其实就简单的来讲啦，它就是雷神的符号，就雷电哦，雷神的符号。那我觉得这张牌它给我们的呼应是，你现在没办法提升，没办法再更上一层楼。那我觉得你必须要把一些你原有的东西给破坏掉，哦，就或者是你可能有一些，例如说支出过多的一些地方，哦，或者是可能没有办法再赚更多的钱，或是再吸取更多的知识，没办法再往上一层楼的原因，我觉得你其实最大的解决方法啦，应该就是要打破现状，要把一些你自己觉得不好的、不对的一些东西，你必须要把它打掉。就你自己可能要稍微考虑一下，哪些是不要的，打掉。然后再来就是，你要从过去的一些失误、失败或者是痛苦，从中汲取经验。有时候可能，也许你就觉得，失败就失败了，或是没有做好就算了，你就丢旁边。但其实你做完之后，就算你失败了，中间停止了，你其实没有好好去追究它的原因，其实是不会有所成长跟提升的。OK， 所以我会认为你需要做一个审视自己，目前有哪些东西真的不要断舍离。哦，那要断就断这样子，然后舍就要舍掉。那从之前的一些失败、混乱、伤痛里面，找到提升自己的方法，让自己更上一层楼。OK， 那卢恩符文，如果有时候你可能，例如说，可能没办法下决心哦，就是例如说，你可能就是断舍离，我很难断舍离哦，这样子的情况，那有时候你可以运用这个符文，这个符号，你把它写在纸上，或者是自己在额头眉心自己画一个这样子的符号，比较能够促进它有个能量可以促进你能够比较决断，就是增加你的决断力。让你能够比较有行动力、有决断力的去断舍离一些事情，这样子，因为它代表一个破坏的能量，这能量是非常大的。那也代表的是一个警告哦，就是过去的一些事情不要再重蹈覆辙的一个警告。那你也可以就是最近吧，你就把它写在一些自己比较贴身的，像文具啊，或者是比较自己喜欢的一些东西上面写上去。那它会给你带来很大的能量，也会从你的周遭收集一些这样子的能量，然后为你所用。OK， 好，那最后一组的导读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